直到陆东明送着海玲到了战氏集团。沈小军也被陆东明一并送过来了。他在半路上遇到电动车没电的沈小军，就把着急的沈小军也一并载了过来。电动车则留在路边，锁了车锁，想着等安抚好海童后再折回去推车的。彤彤，海玲和沈小军一下车就跑向海童，海玲连儿子都落下了。然后呢，陆东明总算如愿以偿抱到了洋洋，洋洋也是被逼无奈，妈妈都不记得他的存在了，一下车就跑，把他落在陆叔叔的车上。陆叔叔说抱他下车，他只得让陆叔叔抱下车。但下车后，陆叔叔都没有放他下地，而是抱着他快步地走向小姨。海童不敌苏南和战一晨，他无法离开战氏集团，人也累了。姐姐的到来让他瞬间崩溃，一下子就扎入姐姐的怀里。姐啊！他一声叫喊，万分委屈，泪水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海玲心疼地拥紧他，心疼的道：姐在呢。海童也就哭了2分钟，就离开姐姐的怀抱，对姐姐说道：姐，我想回家，有姐姐的家，不是战印的家。海玲心疼地帮他擦了擦泪，温声说道：好，我们回家。他拉着妹妹的手，看到被陆东明抱着的洋洋，才记起了儿子的存在，忙从陆东明怀里抱接过洋洋，并向陆东明道谢。洋洋，我抱着吧。沈小军说道。海玲便让沈小军帮他抱着洋洋。大嫂，战一晨再一次挡在姐妹俩的面前。他也对海玲说道：海玲姐，我哥在回公司的路上了，我大嫂和大哥的事让他们俩当面沟通，当面解决，行吗？海玲冷冷地道：战二少爷，彤彤现在不想和你哥说话，请你让开，你们战家我们高攀不上啊。说着，他拉着妹妹绕开了战一晨就走。战一晨着急地跟着走，边走边打电话给大哥。一晨啊！战印低沉的声音传过来。大哥，你回到了吗？我大嫂要走了，我快留不住。战印着急的道：还要几分钟，一晨，无论如何你帮大哥留住你大嫂吧。战一晨苦笑的道：大哥，我快撑住不了，你应该把其他兄弟都叫过来帮忙的，他一个人真的撑不住。战印说道：再撑几分钟，然后就结束了通话。不是战印不想把其他弟弟都叫来帮他留住海童，而是其他弟弟工作的地方离战氏集团有点距离，怕是来不及，才会把重担压在战一晨身上。战一晨还有苏南，再加上后来的陆东明，他们3人自然是站在战印这一边的。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且战且退的退到了公司门口。还好战印给力在海童要上车之前，他的专车队赶到了。看到那辆劳斯莱斯时，海童忽然想起了在明苑花园看到的那辆劳斯莱斯，就是战印的吧。他说起那辆车的时候，战印还淡定地说是其他住户的，他真的无时无刻都在对他撒谎。在看到战印的保镖团中啊，有一个人让他觉得熟悉。定神细看，那不是代驾阿七吗？原来阿七不是什么代驾，也不是钱到位就什么都能干的打杂之人，他分明就是战印的贴身保镖呀。海童的心越发凉，他平时开的那辆东风风行商务车，是他刻意买来骗他的吧？他出行就像此刻那样豪车，保镖团跟随，这才是他战大少爷的出场方式。彤彤，战印下车后快步过来。彤彤，战印走到姐妹俩的面前，他先是歉意地对海玲说道：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能让我和彤彤单独聊聊吗？海玲偏头看着妹妹，海童冷冷地道：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呀？你是战大少爷，高高在上，我这种小市民高攀不起啊，也没有资格和你聊聊。他拉着姐姐就要走。彤彤，战印伸手拉住他。海玲松开了手，对妹妹说道：彤彤，你跟他聊聊吧，不管怎么样，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海童想甩开战印的手，战印哪肯松手呀？
突然间，海童发怒了，像个疯子似的捶打着他。战印默默地忍受着他的发泄，就在他打得累了，他把他搂入怀里，紧紧地拥住。这个结果他能猜到的，所以他一直害怕坦白，也是跟叶君博聊过了，在叶君博的建议下，他才敢鼓起勇气坦诚一切。战印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这个大骗子，混蛋！战印搂紧他不松手，任由他骂着他。他甚至咬他，咬得特别狠，他吃痛，依旧坚持着不松手，害怕一松手，他就会离他而去。彤彤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战印除了说对不起，还是对不起。他的确对不起他，骗了他那么长时间。记得他重感冒那段时间，他试探地问过他，在什么情况下会离开他。他说他要是家暴、出轨以及无数次欺骗他，他就会离他而去。他还说真正的离开是不声不吭的，不会吵不会闹。在海童打累了，骂累了，咬都咬累了，战印弯腰就抱起他，抱着他走向他的那辆劳斯莱斯。海童还想挣扎，可他实在是累了，要面对的终究是要面对，便放弃了挣扎，任由他把他抱上了车。很快呢，战印坐着劳斯莱斯，在保镖车的簇拥下离开了战氏集团，回山顶别墅了。战印低沉地吩咐了司机一声。海童听了，又想起他骗他说那栋别墅是要供的，他每个月还在还房贷，他闭上眼睛都不想看战印了。只要回忆起与他有关的事啊，都是欺骗。他对他可有说过一句真话，当初他因为没有跟他说姐姐的事，他就发脾气，说他不把他当家人，跟他闹，差点都又要冷战了。结果呢，他骗他这么久，他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人。在车上，战印依旧死死地搂抱着他，见他闭上眼睛不看他，战印心里揪痛揪痛的，觉得他们夫妻俩的甜蜜在他接受采访的那一刻就灰飞烟灭了。他们能和好如初吗？回到了山顶别墅，战印还想抱海童下车，我自己下车，不用你抱，你别再碰我。海童拒绝了战印抱他下车，他也不想再让他碰他。推开他后，他自己下了车。钟叔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海童很意外，本能地叫了一声：“大少奶奶啊！”海童冷冷地道：“不要叫我大少奶奶，我不是你们的大少奶奶，我可高攀不起你们家大少呀！”说话都夹枪带棍，冷嘲热讽的了。哇，他是真的被气得不轻。他扭头看着战印，还说：“就你一个人住？战印，你撒谎已经成了自然吧，都不用打草稿的，脸不红，气也不喘。就是他演技太厉害了，他道行不够，未能识破他。也是他傻吧，看到他只是开着一辆11、2万的商务车，又是住在小区里的，不是住大别墅，以为他真的是个打工的。记得他还曾跟他说过，他说他是首富，他信不啊？他不信呀，因为觉得首富家那么有钱，他又不是国色天香，绝代风华的大美人，哪值得首富家的少爷娶她？一开始闪婚时，好友小军也曾打趣过他，他还说首富又不是遍地都是，闪婚都能闪到首富家的少爷，说好友看得太多，做着白日梦呢。结果他被打脸了。战印抿紧唇，默默地看着他不语。骗他是事实，他无法反驳。海童冷冷地瞪了他片刻后，越过了钟叔，自己走进别墅里去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知道后很生气。钟叔关切地道：“要不要请老夫人过来？大少奶奶和老夫人的关系最好了。”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奶奶现在过来只会火上浇油，是奶奶给我和彤彤牵的红线，是奶奶最先隐瞒身份，骗了彤彤。她看到奶奶非但不会气消，反而更加的生气，觉得他们一家人都不真实，都在撒谎，都在骗她，是撒谎家族。奶奶现在也不会来，她老人家啊，估计溜得比谁都快。逼着她娶海童的时候，奶奶最积极，
他不愿意娶个陌生女人为妻，奶奶就说他不孝，被奶奶唠叨指责不孝好几个月了。他为求耳根清净，无奈地答应了奶奶的安排。奶奶是只管骗人，不管后果的。现在这个后果只有他战印一个人面对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们都不要进去。战印低沉地吩咐了一声后，便进了屋。钟书走到阿七等人面前，关切地道：“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不会有事吧？”阿七已经没有了憨憨的表情，取而代之的是严肃。大少奶奶很生气，但不管他怎么对大少爷，那都是大少爷要面对的，我们帮不上忙，只能替大少爷祈祷一下，但愿大少奶奶不要提离婚，否则大少爷会发飙的。海童在沙发上坐着，他觉得肚子好饿呀，才记起自己还没有吃饭，他该被气饱才对的，怎么还会饿呀？饿了就找吃的，绝不因为战印的原因就饿死自己，他还不配。海童起身，径直进了厨房。战印进来的时候，恰好看到他进厨房的背影。海童没有做饭，他就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条，煎了2只荷包蛋，放在了面条的上面，然后端着那碗面条出来。看到战印，他也就瞟了他一眼，辨识他如无物，走到餐桌前坐下，开始吃他的面条。战印还担心他气得很了，不吃不喝呢，看他胃口那么好，还能吃一大碗的面条，吃得津津有味的战印心情复杂。他也在餐桌前坐下，尝试着开口：“彤彤，闭嘴，别影响我食欲了。”被老婆大人暴喝一声，战大少爷乖乖的闭嘴。他现在属于过错方，那姿态最好就放低一点，再放低一点。那看着他吃，战印也觉得饿了，但他不敢走开啊，怕他一走开，他就会趁机溜了，只能忍着饿，默默地守着他吃面条。他吃完了面条，端着碗筷起身就要走。彤彤，我来吧，我帮你收，帮你洗。战印赶紧抢着帮他收拾碗筷。海童也不跟他客气啊，他要干活就让他干嘛，把碗筷放回桌面上，他又走，确定他只在大厅的沙发上坐着，不会出去。战印才放心地收拾碗筷，进厨房清洗。用最快的时间洗好了碗筷后，他还给他洗了一些水果，切成块，摆成果盘端出来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，彤彤。战印马上改口。老婆在狂怒之中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吃点水果哈。战印把那盘切成块的果盘递到海童的面前。气都气饱了，吃不下你的水果。战印端着果盘的动作僵了僵后，便缩回了手，把果盘放在茶几上。他都吃了一大碗的面条，自然饱了。彤彤，对不起哈。战印真诚的道歉。他此刻也有点狼狈，是被海童打骂咬后的结果。海童暴怒的时候，还把他的脖子都抓出了几条血痕，现在肿肿的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被他咬过的地方呢，也留下深深的牙印。哎，没事，这是老婆在他身上烙下的印记呢，标示着他以后都是海童的男人啦。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还骗了4个多月啊！从领证到现在也的确是4个多月了。彤彤，你也知道我们是闪婚的，事实上我是被奶奶逼的，奶奶很喜欢你，她老人家想把你变成她的孙媳妇，而我是长孙，奶奶一直说我这个人不懂风情，没她出手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，所以逼着我娶你。海童脸色又变了变，原来他是被逼着娶她的，怪不得就刚结婚时他对她充满了防备之心。你救过我奶奶，奶奶说要报恩，要让我代替她老人家报恩，我就觉得是你的原因，认为你是个心机女。听我奶奶说起她的孙子优秀，想嫁入我们家，也以为你是图我们家的钱。彤彤，那时候我们没有感情，相互不了解，真的不能怪我会那样想你啊。主要是他身份过于敏感，首富家的大少爷，战氏集团的当家人，要身份有身份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的。他不就怀疑他是图他的钱吗？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是首富家的大少爷呀。
我图你什么呀？当初我们吵架时，我也说了，我的确有企图的，图你有房子给我住，我不用租房。图你成熟稳重，工作稳定，能让我姐满意，让我姐放心。战印苦涩的道：彤彤，我知道你嫁我是为了让你姐姐放心，并不是图我的钱，更不图我这个人，是我误会了，是我的错。彤彤，对不起，你想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我做错了事就要受到惩罚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他绝对不会喊一句冤枉。海童瞪着他，一开始我隐瞒身份是想试探你这个人的人品，奶奶非要我娶你，我想知道你值不值得我付出一生，所以我就隐瞒了我的身份，以个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。相处过后呢，觉得你这个人的人品还可以，慢慢的就爱上你了。战印想拉起海童的手，被他狠狠地拍开了。彤彤，对不起。海童定定地看着他，良久，他问：一开始你是为了试探考察我呢？后来呢？你骗我骗了4个多月，4个多月啊！你是现在才确定我的人品可以吗？后来不敢告诉你，是怕你知道了真相。离开我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战印再一次伸手去拉他的手，他依旧拍开他的手，不过这一次他强势地捉住了他的手，拉高啊，凑到他的唇边，轻轻地亲吻着。黑眸也温柔地注视着他，眼里有着柔情蜜意，也有着愧疚之意。彤彤，我是真的害怕，我战印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像爱上你后那样害怕过，害怕失去你，害怕你与我一刀两断。海童用力地抽回手，你害怕？我根本没看到你的害怕，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哦，怪不得我会做那个噩梦，是老天爷在提醒我。我还傻傻的相信你，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也是我傻呀，我傻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，才会被你骗到现在。彤彤，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。海童打断他的话，人跟着站起来，冷冷地说道：战印，你让我冷静冷静，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俩的婚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。说完，他撇下他就走。他现在处于震怒的状态，也心乱如麻，无法和他好好的谈下去。他想回家，回到只有姐姐和洋洋的家里，好好的养一养自己这颗被战印刺伤的心。彤彤。战印赶紧起身追着他走，边走边低吼：我不会离婚的，你别想离婚。海童不搭理他，他不想离婚啊，他可以起诉离婚。被他骗了那么久，海童是气得很了，的确想着结束婚姻，他们之间也不般配。他是高高在上的战家大少爷，他不过是无父无母的小书店老板。彤彤。战印伸手拉住他，他回身就是一巴掌，本想落在他的俊脸上，巴掌快要落下时，他又换了位置，狠狠地拍打在他的手臂上，脚下也不闲下着，一脚踹向他的膝盖。战印没有防备呢，被他这样狠狠一踢，痛得他俊脸都纠结成团了。彤彤，你想冷静就在我们家里冷静吧，我不说话，我就坐在你旁边静静地看着你，你不能走啊。战印有预感，他要是放了手，让他走出这栋别墅，他再想见到他很难了。他的脾性他还是清楚的。战印，你放开我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不想看到你啦。海童见他不放手，低头就在他的手背上咬着，咬他，他还是不放手，气得他对他拳打脚踢的特别的激动。战印强硬地把发怒的他压入怀里，他低头堵上他的嘴，想用温柔的吻来安抚他，却被他狠狠地咬了嘴唇，他尝到了血腥味。不得已的战印抬手就在海童的后脖子上一劈，把海童劈晕了，然后扶搂着他软下的身子，抹了一把嘴上的血，再弯腰抱起了被他劈晕的海童，转身上楼去，把海童放躺在床上。战印坐在床边看着他，知道他会生气，可没想到他反应这么激烈。拉着他的手，战印一边亲吻着他的手背，一边低喃着：彤彤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要打我骂我吵我，我都受着，
但你不能离开我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他再俯下身去，在他的脸上落下无数细碎的吻。战印的手机响了，他坐正身子，掏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是奶奶。战印深吸一口气后，才接听奶奶的来电。阿印啊，彤彤怎么样了？他很生气吧？奶奶，你是明知故问。战印说话的口吻就冷冰冰的。被你骗了那么久，那彤彤会生气也很正常。你多让着点他，别和他吵架啊，你有错在先的。彤彤呢？他肯听我的电话吗？奶奶帮你说两句好话。奶奶，别忘了是你先骗他的。老太太颇有点心虚，我是骗他了，但我没有叫你也骗他呀。我的欺骗，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生气，只会吃惊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他的丈夫，是他的枕边人。你们俩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，他对你越来越信任。你坦诚了，他自然是愤怒呀，谁叫你一开始要骗他？当初你可以领证后告诉他，你其实是首富家的少爷。战印一脸黑线，哎，彤彤不肯听我的电话吗？他反应很激烈，也想离开我，我道歉。我拉他，他对我拳打脚踢的，还咬了我，我就把他劈晕了。老太太，你这是火上浇油，等彤彤醒来，只会更生气，你就不会变成树塔挂在他身上。那战印呢，又是一脸的黑线。他要是能变，用得着出此下策来抢刘海彤吗？他当然知道他这样做是火上浇油，彤彤醒来只会更加的生气，但为了留下他，他只能这样做。总之啊，他不能让他离开他的身边，离开他的地盘。阿印啊，现在彤彤这么生气，你应该给他时间冷静冷静啊。你再好好的道歉，与他沟通，那才是上策。战印倏地低吼，奶奶，他要离开我。他说他要考虑我们的婚姻要不要继续下去，他想离婚啊。老太太呢，心一揪，战印已经害怕失去彤彤到要崩溃的地步。阿印，你别慌啊，奶奶现在就过去吧。你们回哪里了？老太太安抚着战印的情绪。小俩口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啊，他老人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战印吼过后，语气缓和了一点，他说道：奶奶，就算你过来也于事无补，我们都在骗彤彤。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起我们欺骗他好几个月的事。老太太叹口气说道：早就劝过你了，那你自己想办法哄好彤彤，哄不好他就让他冷静几天，你别逼他太甚，他休想离开我半步啊。战印的霸道在此刻发挥的淋漓尽致的。老太太无语至极，最后什么都不说了，默默地挂了电话，同时在心里替这个孙子点了好几排的蜡。那臭脾气不改一改，他想和彤彤和好如初没那么容易。被奶奶挂了电话后，战印打电话给阿七他们，吩咐的道：把我给彤彤准备的情人节礼物都送到我房里来，再去多买点玫瑰花，把院子里布置得漂亮一点。自从大少爷接受采访迅速的在网上播放后，保镖团就开始提心吊胆，担心大少奶奶知道后暴怒。他们也亲眼看到暴怒中的大少奶奶对他们大少爷下手是真狠呀。众人都在担心这对本已经甜甜蜜蜜的夫妻，不知道会闹到什么程度。忽然接到战印的吩咐，阿七还以为大少爷哄住了大少奶奶呢，紧绷的心情放松了，用着欢快的口吻应着：好哩，我马上和他们把大少爷准备的礼物送进去。战印沉声说了句：动作快点，彤彤很快就会醒来。于是保镖团以最快的速度把战印为海童准备的情人节礼物送进屋，再送上楼，敲开了战印的房门。哇，当他们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大少奶奶时，阿七惊了一下，本能地问着：大少爷，大少奶奶怎么了？战印绷着脸，两片薄唇抿成了一条线，两眼紧紧地盯着海童看，一声不吭。保镖团才知道他们想得太好了，大少奶奶根本就没有原谅大少爷，现在这情况呢，要么是大少奶奶气怒攻心晕了，要么就是大少爷没有办法之下把大少奶奶劈晕了。
保镖们更倾向于后者啊，觉得那是他们大少爷的作风。哎，众人齐齐在心里叹气，大少爷太笨了，怎么能把大少奶奶劈晕呢？这一劈不就是火上浇油？大少爷一向沉稳如山，也就是大少奶奶才能逼得大少爷心慌意乱，做出错误的事情来。保镖们把战印为海童准备的情人节放下后，就赶紧退了出去。他们刚出去2分钟，海童就醒了。哇，他只觉得后脖子好痛啊！睁开眼对上战印那张棺材脸时，失去意识时知道的那些事，如同潮水一般倒回他的脑海，再次在他的脑海里掀起狂风巨浪。彤彤。战印见他看着他不说话，担心地叫着：“你没事吧？他会不会下手重了点儿，把他劈傻了？”战印。海童回过神来，咬牙切齿地叫着战印的名字。人跟着坐起来，像头发怒的狮子扑向战印，一手揪着他的衣领，一手就往他的后脖子劈去，嘴里愤怒地骂着：“战印，你个混蛋，大混蛋，你居然劈晕我！”他后脖子痛死了，这个大混蛋还说爱他呢，爱他就是把他劈晕的吗？就是往他身上增加痛苦的吗？去他的大头鬼！现在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不会再相信。过去4个多月，他都是活在他编织的一个个谎言之中。他在他这里的信任度已经跌至0。彤彤，战印没有由着海童劈他后脖子，怕他就真把他劈晕了，他就跑了。被他劈了2下，出了口气后，他就像刚才那样，强势地张开双臂，一把搂紧他，就把他死死地勒紧在他的怀里，动弹不得。彤彤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劈晕你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你留下来。彤彤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再也不骗你了。彤彤，不要离开我。战印都不敢去想没有海童的日子他会怎么样。战印，你放开我！你现在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相信。你的保证不值1毛钱，你说过多少次的保证，还不是一次次都在骗我？我跟你说过，你若是无数次欺骗我，我们就分手。我不愿意活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中，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你，不知道你说的哪一句话才是真的。战印，你最好就放开我，否则我永远都不原谅你。你还劈晕我，你劈晕我，痛死我了！你个混蛋，你就知道制造痛苦给我。我要知道你是战家的大少爷，我宁愿去找张念生演戏骗骗我姐，也不跟你闪婚。提到他通过对方父母才干掉的情敌，战印既害怕又酸溜溜的。害怕的是海童知道他骗了他后，会不会一怒之下去找张念生啊？张念生是被父母送去了 H 市的分公司，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张念生的确没有再打电话给海童。但战印知道张念生此刻还没有放下对海童的感情，只要海童一通电话过去，张念生马上就能抛下一切飞回来。你敢找张念生试试？我打断，我把你锁在这房里，让你一步也不能离开，没收你的所有通讯工具。战印一声低吼，让海童抬头定定地看着他。吼完之后，战印又慌了，因为他又说错话了。就像闪婚之初夫妻俩相处，他有时候的本意是好的，偏偏嘴贱，说出来的话挺伤人心的。处理公事的时候他干脆利落，处理感情上的问题他往往连个毛头小子都不如。你就知道威胁，就知道霸道，对，这才是真实的你吧。你是战家的大少爷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众星捧月。你的弟弟们以你为首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他们都听从你的安排，以你为中心。在公司里你是当家人，一言堂谁都要听你的，这才是你的性格呀。凡事以你自己为中心，习惯性主宰一切的你，霸道、蛮横、自我，甚至有点偏执。海童的话充满了讽刺。战印的性格就是如此。闪婚之初呢，他的表现也是一样。
哪怕他装得像个普通人，可他的性格早已形成，是改不了。还是夫妻俩感情升温，也闹过2次矛盾。冷战过后，战印的霸道自我才稍微有所好转。此刻啊，他又原形毕露了。这样的战印呢，与他相处呢是很辛苦的，特别是海童这种喜欢独立的女性，跟战印这样的男人闹矛盾时，往往会越闹冲突越大。他明明是想让海童消消气，却又总会犯点错，火上浇油，让海童的怒火高涨，怎么都无法熄火。彤彤战印痛苦地松开了他，改而轻摸着他的脸，痛苦地道：“不要去找张念生好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把他赶离了管城，不让他再见你，不要见他。你把张念生赶离管城的，哎，是不是你去找沈姑姑说过什么啊？”海童质问过后呢，又自嘲地说道：“我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？你在我背后做了多少事，我都是不知道的。”呵呵，战印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家人了吗？不是家人，我不是你家人，女人呀，嫁了人，在婆家是外人，在娘家是客人，我怎么敢奢望你把我当成家人？你瞒着我那么多事情啊，欺骗我那么久，你完全就是把我当成外人。海童说着说着，委屈的眼睛都红了，他又倔强的不想掉泪，不想在战印面前掉泪，不想被他假惺惺的安慰。彤彤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是我要共度一辈子的老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伤了你心，破坏了你对我的信任度，我保证。海童冷冷地看着他，眼里的冷意及明显的讽刺意味，让战印再也说不下去。他的保证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值1毛钱。战印低下头来，在海童的脸上、唇上亲吻着，边亲边说道：“彤彤，我们战家男儿不离婚的，我不离婚。”海童推开他就要下床去，他不想离婚，他却想，当然现在他不会说出来，免得这个混蛋又把他劈晕，气死他了啊！哇，后脖子好痛呀！彤彤，你去哪里呀？你哪里都不能去啊！战印又紧张兮兮地拉住他，跟着跳下床，自背后搂着海童的腰肢。彤彤，你看这些钱花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是情人节的礼物，还有30套珠宝，让你每天戴1套，1个月可以不重样，还有包包、护肤品、化妆品。以后你别再用商小飞送给你的护肤品了。哎呀，你老公我买得起护肤品给你用。他强势地把海童带到梳妆台前，拿起放在台面上的2串钥匙，然后呢，把这钥匙塞到海童的怀里，嘴里说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别墅和车子的钥匙，彤彤，我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，你喜欢吗？我长这么大，第1次过情人节，没有经验啊，不知道该送什么，就随大流了。你要是不喜欢，跟我说你喜欢什么，只要我能弄来的，我都会满足你。弄不来的呀，他就不敢保证了。万一他要天上的星星，他怎么弄来？”海童抓着那2串钥匙，拍打着他的手背，在他稍微松了力道后，他再狠狠地踩他的脚，痛得他本能的要跳起来，自然而然就松开了他，就把2串钥匙狠狠地扔回他的怀里。他冷冷地道：“谢谢战大少爷的厚爱，我海童福薄，消受不起。”说着呢，他转身就走。海童啊！战印在战印要追赶时，海童也停了下来。他转身冷冷地警告着战印：“你再敢在背后搞偷袭，把我劈晕，战印马上就跟你1刀2断。”战印呢，不敢再搞偷袭，也不能一再的劈晕他呀，他脖子会痛，他会心疼的。海童走出了房间，战印亦步亦趋，也不敢说话，就默默地跟着他。他下楼，他也跟着下楼。他出去，他也跟着出去。反正他现在就是他的影子。海童走到别墅的大门口，想开门出去，发现大门锁上了。回身，他伸手到战印的面前，冷冷地命令着：“把钥匙给我吧。”钟叔以及保镖团还有佣人们
都远远地跟着看，谁也不敢上前劝说一句。哎，没看到大少奶奶的脸都成了雷公脸吗？说的话也是冷冰冰的。而他们的大少爷此刻就是大少奶奶的影子。战印掏出了钥匙，但他没有给海童，而是把那一串钥匙用力地往外面扔出去，扔得远远的。然后呢，他两手一摊，说道：“我没有钥匙了。”海童那个气啊，他是真想揪着他的衣领，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海童又看向钟叔等人，钟叔赶紧说道：“大少奶奶，你别看我啊，我也没有钥匙。有啊，也不会给大少奶奶。”其他人也赶紧摇头，我们都没有钥匙，大少奶奶不要看我们呀。求放过呀。海童知道，只要战印不让他出去，那些人就算有钥匙也不会帮他开门的。他看了看门的高度及围墙的高度，哎，门高一点，翻爬出去不太容易啊。围墙目测也有2米高，哇，别墅院子里的围墙都建那么高。不过呢，也符合战印的办事风格，他不喜欢别人的窥探。围墙过高呢，就能挡住外界的探视，很好地保护着他的隐私。海童会拳脚功夫，但他不会轻功呀。面对2米高的围墙，他越不出去。他转身走，在院子里转悠，寻找梯子。最后他在花房里找到了人字梯。完了，他应该提前把梯子藏起来的。海童就要杠起梯子去爬围墙。老婆，这种重活我来干。战印马上就抢走了海童准备要杠的梯子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围墙边。阿七很有眼力，赶紧搬来一张高凳子，让他们大少爷踩着高凳子，成功的把梯子扔出去了。战印，海童咬牙切齿地叫了一声：“你混蛋！”就知道做些让他生气的事。他要是大度的放他离开，让他冷静冷静，他们还能好好的谈一谈。但他压根儿不让他离开，这是要软禁他的节奏。